这边请。苏公主跟各位修士便在此院落安歇，请。这边请。 秋明，师父，发什么愣呢？我只是没想到谢盟主竟被贼人所害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身为镜花宫的少公主，怎能如此怕事？秋明，你需要修炼的不止功法，还有心智。 弟子明白，师父。待我当上盟主，你也要有能力继承镜花宫才是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仙盟要解散了。从前父亲在时，我基本不问仙盟重视。如今一见，才知纵使仙盟，竟也会如此荒唐。你不加入仙盟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这就是你我的不同之处。对于厌烦之事，我可以做到袖手旁观。 而你，却总想着能再救一救，所以我能在韵秀山庄恣意逍遥，而你却在凄风苦雪中重重枷锁，孤孑一身。谢盟主，乃法相之境。 能杀他的人，应该就在他们之中。你想假装灵力尚未恢复，引蛇出洞，可那内奸未必会泄。这几日内，应该就有刺杀试探。我等着。你何时才能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命呢？ 你若是死了，我没准真的可能难过一下。我尽量不死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你早就应该做。 师兄，哪怕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你也应该做这个盟主。论道心之间，我不如谢城主；论修为之强，我更不如他。没有打过师兄，怎么能自认不如？谢城主纵然天生识窍，可他还这么年轻，难道比得过师兄这500年的修为吗？谢城主道心无垢，剑行纯粹，而我却心有杂念。 不配其位。师兄，师傅，掌门累了，让他先休息吧。玄心，你唤我一声师傅，怎的成日偏帮掌门？你不该拉我，该劝他啊。掌门有自己的主意，旁人不该强加意愿给他。旁人？你师傅我是旁人？是，我也是旁人。你，
当年我就不该把你捡回来，省得你如今尽是气我。唉，木已成舟，覆水难收，是否悔之晚矣？哎，我本来是想来雍雪城玩，没想到竟然是盟主罹难。你说这贼人可真是够大胆的，跑到雍雪城来动手。要是让我抓到，我肯定……你要是怎么了？此事可轮不到你出去成英雄。在晋升法相之前，你给我把小命好好的保住喽。要知道，你的战场那是在100年之后，你将来是要做仙盟盟主的人。娘，你这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谢城主天人之姿，剑道之强，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。他就算不是这一任盟主，也定会是下一任。况且他还那么年轻呢，这盟主之位至少也能做个几百年。你懂什么？这法相虽有1000年之寿，可真正能寿终正寝的有几人呢？况且这谢雪尘的剑，那是天下缟素，我不独存。玉石俱焚，不留后路的剑气啊！过刚一折，非长久之相。哎，说不定啊，你只要能够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到时候都不用你去争，就是耗都把那些对手给耗死了。瞧您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最大的价值就是活着？这我不认同啊！还是老爹靠谱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最大的价值就是给毕萧公娶个有权有势，还能撑住场的少夫人，如此，毕萧公才能继续壮大。傅渊庭，你说你这些损招用在我身上也就算了，还想教坏我儿子？我损招？啊不，当初你不也是因为想要生个俊美无双的儿子，才选了容貌绝美的我做夫婿吗？你我不相上下啊，谁也别说谁啊。可若早知你这绝美容貌的花期是如此之短，我还不如找别人呢。瞧瞧，心里话总算说出来了，你是不是还想着那谁呢？想谁呀？我还能想着谁呀？不想谁又关你何事？我这毕萧公底都快冒出绿光来了，还不帮我？爹娘，我还在呢。少公主，您这哇哦，上好的和田玉啊！那什么，公主和长老正在里面闭门研究毕萧公日后的发展壮大之策。那个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没事没事。这夫妻相处之道，竟然如此艰难。成婚，傻子才成婚。此人不是法相，以他的力量，根本杀不了父亲。看来真正的凶手还在背后。不愧是谢雪尘，即使剑未出鞘，灵力不足往日4成，亦非寻常修者可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也太激烈了吧，床都塌了。
你朋友啊，看着真可怕。不必追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这是你和南虚月的计划，示弱以诱敌，真是卑鄙呀！唉，你们实在应该也让我参与参与。你就算了吧，这等卑劣之事，你未免太擅长了些。回到这雍雪城，在自己家里还要被人搞袭击，怎么样？刚才幸亏我来得及时吧？雍雪城谕令还没到手，他们眼下是不会杀我的，只不过来试探我灵力恢复了多少罢了。那还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若我方才不来，这场刺杀戏，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按计划，我会受伤，然后拼命发出求援信号，待长老和弟子赶来将他击退。又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。我送你的剑呢？不是说要做普通人，怎么还带着摇头？谢城主，我的剑法糟糕得很，要是我带着剑来救你，只怕那歹人笑也要笑死了。还有，你这事后清算未免来得也太快了吧？那我该谢谢你。谢完可以清算了吧？大晚上的跑我那儿去做什么？在骗人这方面，你的进步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城主事务繁忙，连教导弟子习剑的时间都没有，但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你别再这么看着我了。你心里有鬼。你说对了，我想做的坏事儿可多着呢。不过今晚，我只是突然想来见见你，谢雪琛。一日不见，我想你了。谢城主，我好看吗？色相皆虚妄，百年亦苦苦。想必在你眼里，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和强弱的区别。你知道在我眼里，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？除了谢雪琛，都是其他人。大胆穆玄灵，大半夜不在寝楼待着，却溜出来，还打扰到城主。你如此胡闹，还影响到城主与其他同门休息，更会带坏风气。你可知罪？知，弟子这就回去思过。哎，城主，你的床太容易坏了啊，下次还是换一张结实的吧。你放肆！穆玄灵，你。
城主，雪晨，你与他，力道稍大些就扛不住，确实该换一场结实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长老歇息吧。道成师兄，宗门不幸，用血蒙尘，是我监管不力，是我的罪过。我要复仇！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！穆玄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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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，别说话了。高秋明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内疚什么呀？他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高修士与谢城主有婚约，如今看来，谢城主却与穆姑娘纠缠，造孽。高修士，听闻城中出现了暗阻，我特来帮忙。高修士，可还好？眼见心上人移情别恋，怎么可能好？弗兰生，你问什么废话？难不成他看到我错报暗族的事了？这也太丢脸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说出去。多谢傅修士关心，刚刚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，还请傅修士不要外传。被未婚夫背叛这种事，他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得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也收敛收敛。他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堵住穆玄灵和谢雪晨的嘴。啊，傅修士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多谢提点。明白就好。遇上这种事儿，不哭不闹。真是个坚强的姑娘。逃走了。不对，若有此力量，早就应该破困离开，不会被炎灵困住多时。看来是有人救走的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
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严重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谢雪山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雍雪城，让他成为雍雪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师兄，这玉阙功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重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。这时过马上就要季满了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做雍雪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是。暗族入侵，逃窜无踪，
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看错。原来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穆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。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寝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司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，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，不见天日，痛不欲生的日子。若你为的是那一日，
可如今10年一过，他也不再记得。你当真分得清？你在意的是那一日的他，还是眼前的他？是恩情，还是爱意？为什么要分清呢？反正都是谢雪晨，这便够了。就如你视我为故人，为的不也是曾经那一日吗？